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如果你关注我的一些社交媒体呢，那你可能已经看到了，就是前段时间我表哥结婚，我给他们勾了一个这个龙猫的毯子当做结婚礼物。勾这个毯子呢，用到的是一种叫做 C2C 的勾法。那 C2C 呢，就是 corner to corner， 就是从一个角开始，然后它斜着这样子一行一行勾，一直勾到另一个角，它不是传统的横的这样一行一行勾。这 C2C 的勾法呢，用到的是最基本的针法，所以它其实特别简单。但是你一旦掌握了这个方法呢，那可以说只要你看到一幅画，然后你把它分成这种小格子的，那你都可以把它勾出来。就是你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复杂很漂亮的，不管是毯子呀还是墙面装饰呀，那你只要掌握这个方法，你全部都能勾。那今天教程呢，我们就来讲这个 C2C 怎么勾。然后出于时间限制呢，我不打算勾太复杂的图样。那我们就来勾一个这个哈利波特的金色飞贼，然后这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只要你掌握这个 C2C， 那你在网上看到任何喜欢的图片，你都可以把它勾出来，或者你自己去找这种方格的纸，然后把你想要的图案在上面画出来，然后你都可以把它勾出来。那现在就开始勾我们今天这个 C2C 的毯子吧。现在开始勾这个金色飞贼，我要先决定一下我从哪个角开始勾。用 C2C 的方法呢，从任何一个角开始勾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你从比如说这个角开始勾，你就从这个角结束；你从这个角开始勾，那你就从这个角结束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一般呢，大家可能习惯就从左下角开始勾，这个都无所谓，不影响。然后我做教程呢，因为我想尽早讲到换线啊这些技术，所以我就这样转过来，我从这个角开始勾。那我从这个角开始勾到这个角结束，那我就先来勾这一格。那这里头呢，用到的都是最基本的针法，我会快速的说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跟不上呢，那我之前有一个零基础入门的教程，详细的讲解了每一个针法，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，然后再来跟这个教程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。然后这是我用的钩针，我用的是5.5毫米的钩针，你也可以用不同粗细的，这个没有关系。然后毛线，那我们先起头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。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，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，拉挂以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部分拉出来，钩针穿过去拉紧，那头就起好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先勾6个辫子针。辫子针的勾法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我们要勾6个。6个辫子针勾完，我们跳过前3个辫子针，在后3个辫子针上各勾一个长针。长针的勾法是钩针绕线，我们到第4个辫子针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长针，然后再勾2个。看，这就是我们勾的第一个小方块，那我们第一行其实就勾完了，我们可以把它划掉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到这一行，这一行怎么勾呢？我们开头还是先勾6个辫子针，然后同样跳过3个辫子针，在接下来3个辫子针上各勾一个长针。那我们又勾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方块，然后现在你看这个尾巴，我手里拿的是在这儿的，那我要把它转过来，把这个尾巴朝向我的右手边，然后我们找到最头上，最头上这不是有我们之前跳过3个辫子针吗？中间这儿就形成了一个洞，我们在这个洞里勾一个引拔针，引拔针的勾法是钩针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勾回来这节线，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。那这个呢，刚勾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格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呢，还是在这个洞里，我们再勾3个长针。
们这一行第2行就勾完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呢我们要勾第3行，我们可以标记一下它的方向，我们第1行是往上勾的，第2行是往下勾的，那第3行呢我们要往上勾，开头呢还是6个辫子针。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转完以后，我们跳过前3个辫子针，在接下来的3个辫子针上各勾一个长针。看，这又勾了一个，然后我们来到，这是我们之前勾的第2行，然后呢，我还是到第2行最头上这3个辫子针形成的这个环里头，给它勾一个引拔针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。那么我们第3行的第1个格子就勾完了，然后到下一个格子，我们先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还是在这个环里头给它勾3个长针。这样我们第3行第2个格子也勾完了，然后还是引拔针跟接下来这个地方上头这3个辫子针形成的这个环里给它勾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我们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再在这个环里头勾3个长针。看，我们又勾了一个这样子的。你看，现在第1行是1个方格，第2行是2个方格，第3行是3个方格，跟我们这个图纸完全是一样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勾下一行，下一行是4个方格，那开头还是勾6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跳过前3个辫子针，在接下来的3个辫子针上各勾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跟我们前一行的这一针这个辫子针这儿形成的环用引拔针勾在一起。那我们第4行的第1针也勾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环里勾3个长针。接下来也是一样，我们到下一个方格，然后用引拔针跟它底儿上这3个辫子针形成的环里勾在一起，然后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环里勾3个长针。那这一个方格又勾完了。然后我们还是跟前一行的这个方格头上这3个辫子针形成的环里用引拔针给它勾在一起，然后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环里再勾3个长针。那我们第4行也勾完了，你看第4行是4个方格，跟图上1、2、3、4是完全一样的。然后我们来勾第5行，开头还是6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转完以后跳过前3个辫子针，在接下来3个辫子针上各勾一个长针。
拔针跟前一行这个格子顶头3个辫子针形成的环里头，用引拔针勾在一起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3个长针勾在这个环里。然后用引拔针跟这个格子底儿上这个环里头勾在一起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还是这个环里再勾3个长针，然后用引拔针跟接下来这一个方格底儿上这个环里勾起来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然后3个长针，看我们这一行第5行也勾完了，那我先把它标记出来。其实你是不是已经发现规律了？就是我们每一个格子，我们的组成是3个辫子针加3个长针，然后用引拔针跟前一行的这一个方格底上这3个辫子针这个环勾在一起，然后又是3个辫子针3个长针，就这样子，每个格子都是这样，一直到头上。到头上，因为我们每行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，每行是比前一行要多一个格子的，那么我们就要在开头的时候给它勾6个辫子针。那勾6个辫子针呢，其实就是为了增加一针，为了增加一个格子。那下一行开头呢，因为我们你看这一行又是比前一行多一个格子，所以我们开头还是要勾6个辫子针。然后转过来还是一样，在后3个辫子针上各勾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又是引拔针跟这个地方勾在一起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3个长针，然后引拔针跟前一行这个格子这个环里勾在一起。那如果你不需要换线什么的话，你就用一个颜色勾的话，那你就用这个针法反复勾，一直勾到你就是可以勾任意的大小。然后呢，我就先把这部分勾完，一直勾到要换线的地方，我再来接下来讲怎么换线。你看我现在勾到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7行，然后第2个方格，就是你看这是我第7行第2个方格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该是这个黄色的方格了，也就是我要换线了。那换线的方法呢，你看正常我勾针要从这个地方勾引拔针，那我现在不勾这个蓝色的线了，我把我要用的黄色的线拿过来，就是这样子勾针，把这个黄色的线勾过来，然后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，把这线头给它拽稍微紧一点儿。然后呢，那我们就用这个黄色的线正常的勾3个辫子针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勾3个长针了。勾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一起勾在里头，防止它从这个地方给拖出来。那之前这个蓝色的线，我们就先不管它了，就让它留在这儿。然后我们正常勾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然后穿过来的时候，把这个线头跟我们这个花并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勾长针。那一样
把这个线头给它勾在里边。看第一个黄色方格就勾完了，那我把这儿先抓紧一点。然后呢，因为下一个我们还是黄色的方格，那我可以再把线头再多往里头勾进去一点，这样的话更结实。那我还是正常的到下一个方格底上这个环里，我们给它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然后3个长针，还是把线头给它勾在里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就是再正常勾一个方格，然后我这线头已经很短了，我先留着不管，最后再来处理它。那我正常引拔针，3个辫子针，然后3个长针，又一个方格。那我这3个黄色的格子就勾完了，接下来呢就又要换回蓝色的了。那我另外拿一卷蓝色的线，然后换线的方法还是跟之前换这个黄色的线的方法是一样的。我这里要勾引拔针的时候，我把这个蓝色的线给它勾过来，然后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，给它把它拉紧一点。然后呢，用蓝色的线勾3个辫子针。然后勾3个长针的时候呢，把这个线头给它勾在里边，就看这个线头一起给它勾到里边来。那这个方格勾完，正常我们到下一个方格，然后勾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线头留的比较长，那我还可以把这个线头再藏到里头来。引拔针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然后3个长针，继续把线头藏在里边。那我们第7行也勾完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勾第8行。那开头还是一样的，6个辫子针。然后转回来，转过来以后，跳过前3个辫子针，在后3个辫子针上各勾一个长针。然后引拔针，3个辫子针，3个长针。那我看一下，这2个格子现在勾完，接下来呢，1、2、3、4个黄色的格子。那我之前黄色的线不是就留在这儿了吗？那我在勾下一个引拔针的时候，我直接把之前留在这儿的这个黄色的线，给它这样子拉过来，然后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。那我现在就用黄色的线来勾了，3个辫子针。这个蓝色的线就留在这儿不管了，等我下一行回来的时候再接着用它勾。那我现在就用黄色的线，正常我们要勾1、2、3、4个格子。每个格子还是一样的，引拔针跟前一行的那个格子勾在一起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3个长针，然后引拔针跟前一行的下一个格子勾在一起，就这样。我这一行4个黄色的格子勾完，就是这部分勾完。
那接下来呢，又是2个蓝色的格子。那我之前蓝色的线不是留在这儿吗？那我直接就把这个要勾引拔针的时候，我不用这个黄色的线了，我把这个蓝色的线勾过来，然后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用这个蓝色的线正常勾了。那我现在勾的是这一部分，那我就先这样子按这个方法往下勾，然后就讲到这个角上怎么处理。我现在勾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刚把最后一个黄色的格子勾完，那我所有黄色的部分都已经勾完了，所以接下来我换成蓝色的线以后，就可以把这个黄色的线剪断了。那我还是正常到下一个格子，换成这个蓝色的线，方法还是跟之前一样。把蓝色线勾过来，然后勾一个引拔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黄色的线我给它剪断，稍微留长一点，免得到时候从这个地方拖出来。那我先把钩针取下来，然后把黄色的线从我们之前留的这个地方给它勾过来，然后拉紧。然后这线头呢，最后我们再用把它处理一下，把它藏起来。那现在呢，就用这个蓝色的线正常往下勾了，然后我再勾一行回来，然后到这地方我来讲这个拐角地方怎么勾。我现在这一个格子勾完，就是这一个格子最角上这个格子我勾完了，那往下我就不是这样子往开展着了，我是往上了。那这个地方怎么处理呢？我先把它转过来，然后转过来一看，头上不都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针吗？那我就每针勾一个引拔针。那引拔针就是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它，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，然后到下一针，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上这个环。这样子我们每针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到这个环里头，看呢，我现在就转到这个地方了。那我在这个地方就正常像之前这样勾了，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环里头勾3个长针。看，那我这个格子勾的就是这一个。然后呢，我就这样子正常往下勾了，就像之前前几行一样。那现在这个长方形的这一块，我已经勾完这一个角了，那我要往回勾，跟之前处理这个地方的方法是一样的。那我先把它转过来。转过来以后，在这上面这几针，每针勾一个引拔针。勾完这3个辫子针形成这个环里，然后呢，我就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这个环里勾3个长针。那这个格子呢，就是我们接下来这行的第一个格子，那就正常往回勾了，就跟之前一样了。我这一行勾回来了，就是这个格子我刚刚勾完。那到下一个格子呢，也跟之前是一样的，我先跟前一行的这个格子用引拔针给它勾在一起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
转过来以后呢，还是从底儿上每一针钩引拔针，一直钩到3个辫子针形成这个环里，然后在这个环呢正常钩3个辫子针，3个长针，然后就这样子往回钩。那接下来呢，其实就全部都是这样子钩了，不管你是这一边还是这一边，就那么往下一行一行钩，一直钩到最后一个格子，那就把这一个小毯子钩完了。我现在把这个毯子钩完了。这 C to C 的毯子呢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钩完以后它正反面是一样的，就是不会说有哪面全是线头是乱的，两面都好看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拿这些缝毛线的针来处理一下线头。方法呢，就是把留下的这些线头都给它藏在之前钩的相同颜色的毛线里边。然后多余的部分就可以给它剪掉了。就这样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线头都藏起来，那么这个 C2C 的毯子就完成了。那今天的教程就是这些，你学会了吗？